我们还来接着画这一只鸟，就是属于深入刻画吧，再细细的整理它。用这个颜色吧，这个颜色画它的肩膀这一块的毛。等我们这个颜色啊画过2遍以后，它都变得没有那么深了，它就阴的不厉害了，因为它颜料里面本来就有这个能把这个纸啊变得半生熟一样。你看现在就没有那么阴的厉害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过渡色画得更完美。我现在就是画羽毛，中间分开，一边重一边浅，就像这个羽毛中间它是分开的，然后我就把这一边加深了，然后这边没加深。然后和头部衔接的地方是脖子，这个地方把毛要画的小一点。也是画一笔蘸一笔，一笔出来就有深浅。你看这一片羽毛，我就画它半边，这半边不画。为了它的立体感，更有这个更像羽毛。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羽毛开一下口，它的羽毛不一定就那么完整，有时候会坏掉裂开，就把它开几个口。像画后边的羽毛的话，就用这个交叉加墨也可以，让它画的重一点。我们现在就是深入刻画，把需要加深的地方再给它加深，没有画到的地方再给它补到，都是笔尖蘸色，笔尖，然后靠近翅膀的地方，靠近这个羽毛的地方，胸毛的地方，我们把它再加重一点。有不清楚的，就随时私信我，联系我，我再跟你1对1的解答，保证咱们都学会。只要你问的，我都教给你，都让你学的透透的。现在我们就可以画肚子上的毛了。
然后用一个七子三阳，用一个小号笔，把毛笔打湿，把多余的水分吸掉，然后来画。先用清水把肚子打湿，其实也可以用一点淡墨，我们用一点淡墨，淡的墨试试吧。它肚子是白色的毛嘛，然后淡墨。靠近尾巴的地方可以稍微再加一点点，因为它这个是暗部，暗部的话就会重一点，还来一点，避免它跑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太死，我们把它续一下。然后我们就用这个毛笔，然后因为它胸毛比较大，我们就用这个大一点的毛笔吧，把它这个羽毛的层次画出来。让它结构它一层一层的感觉。画到这个程度的话，我们就用一支小的毛笔来把它的这个胸部的毛画的更层次更丰富一些。还是笔尖蘸色，蘸墨也可以，这我有一点点交叉色。再说一个重点啊，就是说你剩下的色和这墨，比你刚调出来的要好用，就是比你刚弄的颜色要好用。不管画鸟也好，画什么也好，但是画荷花的话要用新颜色，新的颜色画出来荷花比较干净。然后趁它半湿的时候，来画它的层次，一定要淡。它这是个淡的层次中在找它的层次。我们现在是。你看吸墨撸金，我们现在吸色撸金，就舍不得用色，就笔尖蘸一点点一点点，
就感觉舍不得用色一样。其实这个色也不贵，我们都用得起，就是为了画面效果。毛笔干的话就调一点水，不干的话就接着画。画花不用太拘谨，放开画就行，也不要考虑它跑墨。我们用宣纸就是让它生宣，就是为了让它跑墨、跑色，让它阴。阴的话有阴的效果，不用去考虑这些。看这水都跑出去了，也没问题。你不喜欢这个效果的话，你就可以少一点水，毛笔干一些。那这暗部的话，我们要把层次画出来，不能就是一个纯暗部。看这个地方，它就跑得很难看，像这个地方就没问题。这个地方我就会再用清水，再把它收拾一下。怎么收拾呢？就是让它染一染，让它过渡一下，虚化一下，不让它那么明显。然后把它用纸巾吸掉它多余的。像这个地方太生硬的话，我们让它过渡一下，别让它这么明显，因为它不是主角，它不是主体，不用让它太明显。暗的部位它还有层次，不要说暗的地方就一团黑，也不行。亮的地方有层次，暗的地方也得有层次。这是鸟的腿。基本上四毛都是人字，人字四毛法。你看一撇一捺，一撇一捺，人字四毛法。然后这个地方比较稀，这个地方比较密，然后有疏有密，也不要全是人字，然后整个肚子都是，也就不好看。它是分开疏密，有关系了才会好看。我们画画就是一个灵活的运用，不能死搬硬套。你说人我就全部画成人是吧？那也不行，就灵活一点。你看画着画着人字法，然后需要再画一撇的话，就再画一撇，不要固定的，就是按那个方法来画。所以说一定要理解它这个毛是怎么长的，然后它的位置是深的还是浅的，是吧？它应该大的、小的，还是看什么形状，是吧？它的疏密都很关键。总归来说，就是你还得多练呀，多练习。
其实我故意把这个鸟画在这个荷花杆的中间，让荷花杆挡一些。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鸟看起来这个画面更有层次感，更突出一些。这个地方它浅的地方层次不好，我们要把它加上层次，让它厚重一些。还有它胸部和头部衔接的地方，这个毛呀，人字丝毛法，它一定要很小，然后在这个地方要大，它就有梳有这个密有梳。比方你说下笔一下，它感觉这个地方重了，你还可以用纸巾把它吸掉。哎，感觉这个地方太死太重，然后按它吸，它就浅了，对吧？感觉这个地方不够重的话，我们就把它画一下。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再画它，感觉背部的毛它，干了以后啊，层次没那么好，我们就把它层次再补一下，还是用这个交叉颜色，用笔尖蘸，笔尖补。你看，感觉它有点脏，或者这个地方它不够清晰，不够重，把它补一下。其实我本来还想这个羽毛肩部往里面再画一画呢，后来想了想，你看画这个吧，想了想，它这个看着效果，这个画不大，看着效果还行，然后就没计划画了。我们现在来画它这个腿，腿的话就用墨色画，用我们这个墨吧。这个墨是含胶的墨，然后它不会跑墨跑的那么厉害。
用纯墨画也可以，都可以的。吹干就好。可以画几个水纹，用很淡的墨。好，我们等干了看一下效果。现在我们再接着调整这个鸟，它的羽毛感觉还是灰灰的。怎么避免这个灰的现象呢？就是重的加重，它就浅的变浅，就不会带灰。浅的我们肯定变不浅了，所以说我们只能加重的。现在干了，干了好像。这个颜色感觉就单一了，我们就用黄色把它背部染一染，有个变化。如果就一种颜色的话，感觉很单一。然后这个暗部的话，我们就胭脂色调交叉色，让它红一点，把这个染一下，也是为了追求颜色的丰富感。其实暗部可以用花青，花青染一染，它显得更暗，让它过渡过来。这个时候我们再用花青把暗部染一染，花青一染，暗部它的立体感就很强。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一幅画。然后我们抬高看一下。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落款，写个简款，
在这个地方盖一个小佛像的章，在这地方再盖一个章，或者在这个地方盖的话也可以，很小的小佛像，然后这地方一个这个落款可以，我们落款。我喜欢用这个长锋的杯落款，因为它是淡墨了，然后我们可能这个的落款可能要重一点点。没有尖呢，什么情况呀？落在这里吧。我们这个章啊，有的人刻的挺好，有的人刻的不好，还有这个印泥，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一分钱一分货。我用的都是比较好的，价格在15克的话，应该在80左右。我们在下面垫一本小书，然后来盖这个印章。一定要看正了，不要盖得太弯，或者说盖倒了。画好了，落上款了，把章盖倒过来了，盖翻了，然后这种事情也很多，我都遇到过2次。然后在这个地方盖一个小佛像，还是这个地方吧。在这盖的话也可以吧，在这个地方的话，在这一个章，这一个，那就盖到这里吧。盖到这里的话，感觉这个一个缺口盖到这里的话，它就齐了。然后我们整图画的构图就是3/7分，上面占了3/7，下面全部是7，或者是2/8，上面占了2，就是画面的2/10，下面占了8/10。这个是构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比例，黄金分割比。小佛像也得注意把它盖正了。然后在这再盖一个章，压胶一下。我们感觉有没有感觉这个胶出东西？所以说我们把它压一下，盖到这里呀，盖到这个胶上，再上一点吧，盖到这里。因为它盖到这的话，它就是整个构图就这一个印章，盖到这的话，它就跟这齐了，然后感觉这个就是整幅画面占了有7/10，空白占了3/10，这是构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好多人他不懂也不知道。你看那个离得远，我是为了看效果，看那个视频的那个都录上，所以盖那个佛像有点弯，不过不影响。看近的话，我就会盖得很正。现在这幅画画完了，然后我拍照片，做个课件，然后传到我们课程的课件里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画到一定程度以后哈，你可以放一放，
不是说一定要那个陈子庄老师就说了，它不一定是那个一气画完，你可以放一放，偶尔可以看到哪里不好，再改一下也是很好的。比方这个鸟吧，它现在很湿，我们画完了，等它干了以后，我们放了1-2天以后，你可以再调整一下，该深的再加深，该浅的话，或者说色彩不够丰富啊，再加的颜色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没有画到位的地方啊，可以再